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诡异又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从我的童年开始说起。如果你觉得家族世代从事殡葬业会让人生变得与众不同，那你绝对猜对了。我的家族已经3代从事殡葬业，家中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，雕像陈旧却神圣，散发着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。菩萨的眉眼间仿佛带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，注视着我家多年来经历的生死离别。从小我就觉得地藏王像是我的守护神，不论家里有多忙，总能感觉到菩萨的目光静静地看着我，就像在说没事的，一切有我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菩萨不仅在看我，也在看我们家走过的那些诡谲轨迹。小时候我常跑到家附近的庙里玩，说是玩，其实更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吸引，总觉得寺庙的钟声和木鱼声让我心安。有一次我鬼使神差地翻开了一本经书，虽看不懂，却翻得津津有味。庙公看见后笑着摇头，对我妈说，这孩子带天命，但实际未到天命。这2个字我当时听不懂，但随着年纪渐长，我开始明白，这句话埋下了某件命运的伏笔。我的童年并不平凡，体弱多病似乎是我的宿命，医院像是第2个家。有一次因为普通感冒，我的白血球数飙升的离谱，医生说再不处理命就保不住了。在送医的途中，我拉着我妈的手，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话音刚落，我就失去了意识。昏迷的记忆是一片黑暗，但在这片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束柔和的光。我看见一个穿着古朴长袍的老伯伯，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。奇怪的是，他的笑容让我莫名的安心，好像周围的黑暗也随之消退。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变得平稳。醒来后听到家人说我已经昏迷了3天，那时我才知道，昏迷期间家里供奉的地藏王菩萨发怒了。阿嬷跪在菩萨面前求保佑，还发誓愿折寿20年，只求菩萨收我为妻子。后来家里长辈说，那天发炉时他们都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，而我心里隐约觉得梦中的老伯伯或许就是菩萨显灵。昏迷康复后，医生建议我在家静养，父母为了方便照顾我，让我搬进了他们的主卧室。一家3口挤在同一间房，对我来说是种久违的安全感。我甚至觉得多年的病痛阴影也在这温馨的陪伴中消散了。那天晚上，房间的灯早已熄灭，黑暗中只有隐隐的呼吸声。我侧卧在靠墙的小床上，握着我妈的手渐渐入睡。突然间，我觉得有什么不对，那只手不像我妈的手，它冰冷粗糙，像老树皮一样扎人。我下意识地捏了一下，试图确认，却感觉到它微微地动了。我的心跳瞬间狂跳，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我慢慢睁开眼，却发现那只手竟然从墙壁里伸出来，指尖微微颤动，仿佛在努力抓住什么。我张开嘴想叫，但声音仿佛卡在喉咙里，全身也动弹不得。就在绝望蔓延时，客厅里传来咚咚的声音，像拐杖敲击地板的节奏，又伴随着清脆的铃铛声。那声音一响起，墙里的手突然缩了回去，仿佛害怕什么。我浑身脱力地哭了出来。我妈被我的声音惊醒，抱着我不停安慰。听我说完墙里的手后，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拿起经书对着墙壁念了一段咒语，又狠狠骂了一句，利木老把扑，再敢碰我小孩，我一定把你挖出来。事后母亲告诉我，这栋房子曾是凶宅，传闻说墙壁里封着一名因金钱纠纷被活埋的老妇。我的床恰好靠着那面墙，而我妈那晚的呵斥和咒语似乎暂时震慑了她。那晚之后，鬼手的事情没有再发生，但我始终觉得
那只手并没有真正离开。深夜时分，我总能听到墙壁里传来微弱的沙沙声，像是某种隐秘的存在在等待着什么。多年后，当我知道这间房子的完整故事时，所有未解的谜团才终于被揭开。而那时的我，早已无法轻易地回到从前的平静。那是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和邻居大哥哥红哥常常一起玩。他6年级，平时话不多，但讲起鬼故事却神采飞扬，每次都能把我们吓得不敢回家。有一天放学，他神秘兮兮地跑过来，眼神发亮地对我们说，后面垃圾场有个地下道，敢不敢跟我一起去探险？地下道。我们几个小毛头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。可在红哥的怂恿下，我们还是跟着他走了。走到学校后方，垃圾场旁真的有个破旧的入口，斜斜地通向地下。铁门虚掩着，锈迹斑斑，散发出一种腐烂的霉味。红哥推开铁门，里面的空气瞬间扑面而来，恶臭、烧焦味混杂在一起，令人作呕。好臭啊！我忍不住捂住鼻子，另几个小伙伴也纷纷抱怨。但红哥像是被吸引了一样，目光直直地盯着里面，说：“这地方很有意思，我们进去吧。”我们犹豫着不敢靠近，只有红哥一马当先地迈进了地下道。就在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时，我看到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影子站在他旁边，伸出手牵住了他的手。红哥，回来！我吓得喊了一声，但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，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黄影子渐渐牵着他往深处走，那背影诡异的像漂浮在空气中。我慌忙跑出地下道，冲到操场找到警卫伯伯，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讲了一遍。伯伯皱着眉，跟着我回到垃圾场，却发现入口处只有一片齐人高的杂草，根本没有什么地下道。怎么可能？我指着杂草堆发抖。伯伯脸色沉重，拨开杂草走了进去，片刻后竟抱出了昏迷的红哥。他的嘴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，眼睛却只有一片眼白，像极了我后来见过的死人。几天后，红哥在家上吊了，他的死成为社区里一个未解之谜，而对我来说，这却只是噩梦的开始。从那以后，红哥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他站在梦境的尽头，穿着那件黄色的衣服，招手让我过去。他的眼神空洞、冰冷，却像在求助。恐惧中，我向阿嬷求助。阿嬷在地藏王菩萨前焚香祈祷，并告诉我，这学校原本是一片荒地，曾经埋过许多无主的孤坟，地下道根本不存在，看到的只不过是亡灵残存的执念。菩萨的庇佑让我从梦魇中解脱，但这件事让我明白，有些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消散，而是埋在某个地方。小学3年级时，学校里有一个小型动物园，里面养了几只兔子，它们白白软软的，很可爱，是大家的心头宝。然而，同班的校霸却特别爱欺负它们。这个校霸经常拿橡皮筋射兔子，还趁老师不注意，用手揪掉它们的毛。有一次，他甚至把一只兔子从2楼扔了下去，看着他抽搐着断了气，脸上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万物皆有生命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气得冲他大喊，他却只是冷笑，报应？别吓我，不过是畜生，死了再买就好了。没过多久，所有兔子都死了，有的是吓死的，有的是被活活摔死的。全班同学都沉浸在悲伤中，几个女生哭着让我去为兔子超度。我虽然没把握，却拿起一本白衣神咒，跪在动物园旁，低声念了起来。然而，我能感觉到空气中有种未解的怨气，像是沉重的阴霾压在我胸口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了那几只死去的兔子，它们的眼睛全是红色，围着校霸的影子，一步步将他拖向一个漆黑的深渊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校霸从学校4楼楼梯摔了下去，当场摔断了脖子，死状与那些兔子如出一辙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但我却觉得背后有一种莫名的逻辑。冤魂不散，
他们的死是校霸的因，而校霸的死是他们的果。这次事件让我明白，因果轮回不仅仅是宗教的概念，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。只是那天晚上，我又梦见了那些兔子，他们站在梦里，眼神直直地看着我，像是在说，我们的怨气还没完全散去。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得那些红色的眼睛，仿佛警告着我，轮回背后藏着的不仅是正义，也有未解的执念。小学6年级的一个夏夜，学校举办了一场试胆大会。那时的我们年少气盛，总觉得胆量和面子挂钩，即便害怕的发抖，也硬要装出一副不怕鬼的模样。试胆大会的路线设在校园的各个角落，而最让人心生恐惧的地方，莫过于2楼的标本室。据说这里摆满了各种动物标本，甚至还有发育完全的婴儿标本。这个传言让我从没靠近过那里，但那晚标本室成了必须经过的一站。轮到我时，手心满是冷汗，但我还是咬了牙出发了。走廊的灯光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潮味，越接近标本室，心跳得越快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一阵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扑面而来。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标本，一只猛禽展翅欲飞，蜥蜴标本爬伏在假山上，而最显眼的是一个透明玻璃罐中的婴儿标本。它蜷缩在罐中，闭着眼睛，像是在沉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别看它，但目光却被死死吸引过去。突然，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脖颈滑到脊椎。那婴儿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，身体僵住，动弹不得。他的眼神空洞无比，但却像在直视我的灵魂。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轻轻的低语声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话，却听不清楚内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拼尽全力拔腿狂奔，一路跌跌撞撞地冲向终点。到达后，我还没喘匀气，便听到老师的喊声，暂停活动。原来我后面出发的一个同学在标本室门口晕了过去，后来得知他被送去医院，医生说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缺氧，但我知道事情绝不止于此。第二天，当我鼓起勇气再次经过标本室时，发现那婴儿标本的眼睛又闭上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仿佛昨晚的恐怖只是我的幻觉。可我心里明白，那眼神与我在红歌事件中看到的黄衣人眼神极为相似。标本室的事情过去不久，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诡异的传言，风雨操场的3楼消失了。学校的建筑只有2层，但每年都有学生声称在风雨操场的顶层看到第3楼。白天无事，到了傍晚就会传出奇怪的哭声和切割木板的声音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和几个胆大的朋友决定探个究竟。那天放学后，我们假装留校打扫，一直到5点多，操场的阳光逐渐暗淡。我们几个人偷偷溜进风雨操场，一踏进门，原本热闹的校队练习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静得出奇，怎么这么安静？一个同伴低声说，操场里比平时暗得多，像被一层看不见的薄雾笼罩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冷的味道。我们不约而同地紧了紧衣服，别磨蹭了，直接去3楼看看。阿胖壮着胆子往前走，我跟在后头，总觉得脚下的楼梯比平时多了几阶，越往上走，心里越发毛。终于到了2楼尽头，意料之外的，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通往第3楼的窄小楼梯，楼梯上满是灰尘，像许久没人走过。这不可能吧？明明就只有2层啊！我心头一阵狂跳，却被阿胖推了一把。怕什么？走啊！我们爬上3楼，刚踏上地面，就听到了一阵低低的哭声，隐约还夹杂着木板切割的吱吱声。我猛地回头，却发现楼梯口消失了。鬼鬼挡墙，一个同伴吓得跪倒在地。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，似乎有无数双冰凉的眼睛在盯着我们。这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从走廊尽头慢慢走来，
声音沙哑而空洞。放学了，为什么不回家？跑！我大喊一声，拉着同伴拼命往原路跑。但无论怎么跑，脚下的路像是循环了一样，始终回不到出口。正当绝望蔓延时，一声愤怒的吼声从身后传来，意念 X 般的。放学了不回家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猛地回头，看到生教组长站在楼梯口，身后是风雨操场那熟悉的篮球场，是他把我们拉了出来。回到操场后，我们气喘吁吁地问组长，3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组长沉默了片刻，低声说，很多年前，这里发生过一件悲剧。一位男老师为了赶制学生的工艺作品，留校加班到深夜，因疲劳过度摔倒，木板切割机正好割中他的眼睛，失血过多而亡。从那之后，这里便不再平静。我们听得毛骨悚然，正准备追问时，却看到组长身后的窗户外有一个女人的脸贴在玻璃上，面目狰狞，眼睛赤红。组长像是没看到一样，挥挥手让我们离开。而我回头时，那张脸已经消失，但他仿佛在无声地对我笑，预示着事情并未结束。风雨操场事件后，平静没持续多久，新的谜团又悄然而至。某天，我随阿胖一同到会馆拜访师傅。师傅看见阿胖的第一眼，便皱起眉头，沉吟了好久，随后让我们都留下。阿胖，你的煞气又重了。师傅的语气低沉，带着一丝罕见的严厉。煞气？阿胖笑得满不在乎。师傅，你说笑吧，我除了胖，哪来的煞气？但师傅没有笑，而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，你前世的债，这一世还没还清。这句话让空气瞬间凝固。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看向阿胖，只见他一脸茫然。前世债？师傅，这是什么老套的故事情节啊？师傅却没有理会他的插科打诨，而是转身从桌上取出一张黄符，点燃后递给我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上次风雨操场的女鬼一直缠着你们吗？和她有关系？我惊问。师傅叹了一口气，终于揭开真相。阿胖的前世名叫林坤德，是个满嘴甜言蜜语却玩弄感情的负心汉。他曾与一位学校女老师相恋，却欺骗了她的感情和金钱，最终抛弃了她。女老师无法承受打击，在学校里用绳子结束了生命。临死前，他发下愿誓，要这一世追随林坤德，索取他的一切。他的怨灵一直守在校园中，直到你们误闯时，才跟了出来。师傅顿了顿，神色愈发严峻。阿胖，你这一世的宿命便是化解他的怨气，否则你撑不过七煞。阿胖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恐惧。师傅没有解释，只是闭上眼，沉声道，上次他想要取你的命，是我用阳寿为你挡了3年，接下来的3年，你们必须找到彻底化解之法，否则就没人能再救你。我望着师傅微微颤抖的手，心头一紧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阿胖的命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已经牵扯到了我们每一个人。3年很快过去，随着师傅的身体愈发虚弱，阿胖的煞气也越来越重。无数次的梦魇、怪事，让我们不得不直面问题。就在师傅临终的前一天，他把我叫到床前，握着我的手说道，只有化煞的办法才能救他，大胆去做，不要后悔。师傅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焦急地问。师傅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的笑容。冥婚，他前世负他，这是便娶她，或许能解筹备冥婚的那几天，每一步都让人如履薄冰。我们在会馆摆好了供桌，按照师傅留下的步骤，请来了道士主持仪式。供桌上放着女老师的遗物，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，正是她生前的模样。那张照片上的她，笑容温柔，却让人隐隐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。仪式开始后，香炉中升起缕缕青烟，气氛骤然变得凝重。道士念着咒语，
而阿胖则战战兢兢地跪在供桌前，手里捧着一封冥婚文书。就在道士念到最后一句咒语时，突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，供桌上的香炉被吹翻，香灰四散，桌上的碗筷叮当作响，甚至连桌子都开始晃动。房间里变得异常冷，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。果然不满，我有要看向阿胖，只见他全身发抖，额头上布满冷汗，眼神却透露出一丝懊悔。倪老师，他愿意补偿，愿意用今生偿还。我大声喊着，希望他能听到。风中隐约传来一阵低低的笑声，带着一股怨气，却似乎也掺杂着一丝嘲讽。补偿？他凭什么补偿？话音未落，一道红色的身影缓缓浮现在供桌前，他的脸上仍带着那熟悉的温柔笑容，但眼神却冰冷得让人窒息。他骗了我前世的命，今生如何偿还？我咬紧牙关，站出来挡到阿胖前面。你曾爱过他吧？否则也不会留在这世间苦苦纠缠。他欠你的，你可以拿回，但请放过他今生的命。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冷冷的一笑。若他真心悔改，我便暂且离去，但若他再负我定不会手软。说完，他的身影化作一阵红光，飘入那张照片中，照片瞬间裂成两半。仪式结束后，屋内的寒意逐渐散去。道士告诉我们，这并非真正的化解，只是暂时让他平息怨气。冥婚后，阿胖必须遵守承诺，再不得沾惹其他情感，否则他将再次归来。那一夜，阿胖无声地流泪，他的命得以保住，但他知道女老师的执念并未完全消散，而他的宿命也远未终结。冥婚后的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，阿胖渐渐摆脱了梦魇和煞气的折磨，生活也变得安稳起来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某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，是阿胖的母亲打来的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慌乱而颤抖，快来救阿胖，他拿绳子在房间里，还要上吊了。我心头一震，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冲了出去。赶到他家时，我看到师兄弟们已经先一步赶到，所有人都脸色苍白。我们推开房门的瞬间，看到阿胖站在椅子上，脖子上套着一条麻绳，他的眼神呆滞，嘴里喃喃着，对不起，别招我，阿胖。我大吼一声冲过去，试图将他从椅子上拉下来，但就在我靠近他的瞬间，他猛地转过头，那一双赤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那不是阿胖，那是他女鬼。你以为他可以逃得掉？女鬼的声音从阿胖的口中传来，低沉中带着无尽的恨意。他欠我的，从未还清。我后退了一步，全身冷汗直冒。就在这时，师兄弟们一拥而上，用力将阿胖从椅子上拉下来。麻绳断裂的瞬间，整个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，窗帘无风自舞，空气中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。冥婚后，他竟敢背弃誓言，与其他女子纠缠。你们以为这种人配得上宽恕？女鬼的怨气弥漫开来，整个房间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像是在为他的怒火助威。我们几人迅速围成一圈，将阿胖护在中间，开始念金光神咒。然而他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，咒语仿佛被无形的屏障挡在外面。你们以为这有用？女鬼冷笑着，她的身影逐渐显现，红衣飘动，目光如刀般刺向我们。就在我们快要坚持不住时，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师父临终前的教诲。他曾告诉我，怨灵的力量来源于执念，想破它，只有让他自己看清执念的本质。你还爱他吗？我突然喊道，声音穿透了他的冷笑。女鬼的目光骤然一颤，像是被人狠狠刺中了软肋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地盯着我。如果你还爱他，就该放下这一切，执念会让你成为永远的囚徒。我一步步靠近，尽管心跳快到胸口发痛，
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。女鬼的身影微微晃动，怨气似乎减弱了一些，然而她的声音依旧冰冷。她背叛了我，背叛了誓言，这样的人不值得原谅，但你还在乎他。我继续说道，正因为你在乎，所以你的怨气才如此强烈，但这怨气既折磨了他，也困住了你自己，这样值得吗？他的身影逐渐模糊，房间里的寒意也渐渐消散，最终他丢下一句话，七煞未尽，他的命我迟早会去说完。他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房间恢复了平静。然而我们都知道，这不过是暂时的平静。事后我和师兄弟们坐在一起，沉默了许久。阿胖低着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了。他知道自己这次的行为不仅险些断送了性命，还拖累了所有人。七煞未尽什么意思？有人低声问。这是他的命数。我叹了口气，前世造下的因，今世必须还清。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执念的力量。我开始反思这些年经历的一切，红哥的黄衣人，兔子的复仇，标本师的眼睛，3楼的亡魂，所有的恐怖事件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执念。无论是人还是灵，只要心中有无法解开的执念，就会成为被困住的囚徒，而执念越深，伤害的便不仅是自己，还有无辜的人。我终于明白师父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，煞气的本质并非鬼神，而是人心。师父的牺牲是为了保住阿胖的命，而阿胖的煞气则源于前世的罪孽。女鬼的怨恨没有错，但她的执念却让她永远无法超脱。师父与阿胖的对比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。善恶报应从来不是虚无缥缈，而是最真实的循环。3个月后，我在梦里再次见到了女鬼。这一次她没有怨气，脸上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。她告诉我，七煞未尽，但这不是她的故事，而是阿胖必须面对的命运。梦醒时分，我望着窗外的晨光，心中竟然泛起一丝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或许有些事注定无法改变，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。这是我从这段旅程中学到的最大启示。